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前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方面的合作。美国媒体称，这是拜登努力打造国际支持应对中国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美澳一旦在南太平洋建立起核潜艇巡逻，对中国无疑将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周四回应称，美英澳开展相关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在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防长达顿举行会晤。奥斯汀和达顿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美澳将继续扩大军事合作，双方同意加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达顿称，美澳会显著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这将通过在澳大利亚轮流部署各种类型的美国军用飞机、加强空中合作等手段进行，从而深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活动。就在1天前，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线上会议中提出要组建一个名叫 AUKUS 的印太安全联盟。三国领导人还宣布，澳大利亚本土不会部署核武器，但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在本土建造核动力攻击潜艇，并在18个月内确定澳大利亚未来发展核潜艇的最佳计划。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若项目成型，澳大利亚将成为世界上第7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尽管拜登政府宣称此举不针对中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称，美国并不寻求加剧与中国的冷战。但路透社分析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举动无疑是在谋求反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手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称，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有关国家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尊重地区国家民心，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澳大利亚海军将获得的核动力潜艇的具体细节。但澳大利亚金融时报报道称，英国可以直接参与帮助澳大利亚打造用于装备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在此期间，美国海军也可能向澳大利亚海军斯特林基地部署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而为美军部署核潜艇所打造的基础设施，也将有助于为澳大利亚建立自己的核潜艇部队铺平道路。美国动力网站分析称，尽管英国正在制造机敏级攻击核潜艇，但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现成选项。美英都可能以这2款核潜艇为基础，专门为澳大利亚海军设计一款新型号的核潜艇。核潜艇比常规动力潜艇的速度更快，在水下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动力网站报道认为，核潜艇的这些能力对于在太平洋上开展巡逻行动极为有利，并能以更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区域。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从澳大利亚珀斯出发的美国海军核潜艇可以在南海连续巡逻77天，而常规潜艇只能巡逻11天。另外，核动力潜艇还可以执行常规动力潜艇的任务，包括反舰和反潜作战、特种作战、远程打击和情报收集。这个核动力潜艇它的这个性能呢非常优越，它可以说叫待机时间长，活动范围广，那它这个静音效果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它的这个航速也非常的快，那所以说它能够在这个印太的广阔的海域呢，能够怎么样呢？这个长时间的活动很难这个被发现。那所以说，澳大利亚如果说它获得了这个核动力潜艇，对在印太这个海域的这个相关国家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安全，可能会构成这个潜在的这个威胁和挑战。分析认为，美澳一旦在南太平洋建立核潜艇巡逻，对中国无疑将构成威胁。一方面，核潜艇在水下潜伏的时间可以更长，航行距离可以更远，这就使其在亚太地区的活动范围更大。另一方面，核潜艇的排水量通常比常规动力潜艇的排水量更大，因此可以携带更多武器，提升了打击能力。美英澳3国呢，缔结新的这个3国这个军事同盟，可以说特别是向澳大利亚呢提供这个核动力潜艇技术呢，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了，路人皆知，显然就是了这个针对中国。因为这个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呢，继续把中国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同时要拉拢盟友，
共同应对所谓的中国这个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分析称，澳大利亚决定发展核潜艇是冒险，犹如进入未知水域。澳洲向来反对核扩散，在事先没有公开辩论及给予警告的情况下，总理莫里森的宣布被指无视澳洲的政治禁忌，令国内人士感到意外。对外而言，澳洲今后与中国的关系将日趋恶化。澳大利亚前总理希廷在澳悉尼先驱晨报刊文，呼吁澳政府不要将该国绑在美国战车上。该文指出，美英澳宣布达成协议，将澳绑在美针对中国的战车上，严重损害澳主权，并将剥夺澳选择最佳政策的自由。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在反华的议题上一路狂奔，似乎比他的美国主子还积极，频频挑战中国底线，借口都是所谓中国威胁论。本月6号，澳财政部长弗赖登伯格发表演讲，敦促澳大利亚企业为澳中关系持续紧张做准备，采取所谓的中国加国际市场多元化策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一演讲被媒体解读为澳政府将加码对抗中国。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评论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历的数十年经济繁荣得益于自由贸易、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都是来自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支撑了澳大利亚经济。文章称，所谓的中国加战略实质上是中国减，试图为澳企重新设计一个没有中国的经济模式，这是在叫嚣实质性脱钩。澳大利亚新日报曾刊文指出，澳中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澳自身的无知。澳大利亚有一个长期的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如果说澳大利亚不改变它对华这种威胁论的这样一个偏执的这个思维，中澳关系改善的空间怎么样？非常有限。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周四在推特上连发8条推文，挨个点名分析了这3个国家的窘境，认为此举无助于改善对华关系，还在西方内部造成了分裂，削弱了西方联盟。澳大利亚的近邻印度尼西亚周五也作出回应，认为此举将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持续，表达了担忧及警告。英美两国这个做法，等于就是对自己过去所强调、主张和奉行的准则完全的违背，这样的双标是无益于世界和平。随着美英澳高调宣布建立3方安全联盟 AUKUS， 人们注意到情报共享5眼联盟中的3眼已经开始另起炉灶，因此其余2眼加拿大和新西兰便显得愈发尴尬。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称，总理特鲁多和加拿大其他政府官员拒绝对该国是否会寻求加入 AUKUS 一事发表评论。加拿大环球邮报也援引该国国防部长的发言人的话称，加拿大一直在关注相关国家之间的谈判，并将继续与5眼联盟伙伴保持现有的合作关系。报道还提到，美国曾多次警告，对于对中国不够强硬的国家，美国将停止与其分享情报。其中，在2019年，美国首次威胁要将加拿大排除在情报共享之外，除非加拿大对华为采取行动。而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四不但称新西兰对加入 AUKUS 不抱有期待，而且对美英两国宣布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一事，称新西兰不会解除数十年来的禁止核动力船只进入其水域的禁令，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卫报称，这意味着就算澳大利亚在美英的帮助下获得了核潜艇，也无法驶入其近邻新西兰的水域。5眼联盟其实它的步调已经不一致了，特别是这个纽西兰，它已经相关的官员提出反对。澳大利亚拥有核动力潜舰，无疑对于南太平洋，特别是这个大洋洲的地区无核化，造成很大的伤害哦。那此举并没有办法这个协助区域的稳定，因此5眼联盟在这个议题上，它的裂痕已经是清晰可见。其实，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各式各样的同盟，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跟英国与澳大利亚一起成立 AUKUS 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个人认为美国这次在外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伙同英国与澳大利亚建立所谓的新3方安全同盟，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在极度失望与愤怒之下的所作所为。这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于5眼联盟这个情报分享机构的不满，尤其是对新西兰这个国家的不满。美国一直想把5眼联盟转型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华组织，但是或许是因为明白了自身实力不够，又或许是因为舍不下跟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新西兰还有加拿大
不像澳大利亚跟得那么紧，跳得那么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等得不耐烦了的拜登政府才决定另起炉灶。第二，这反映了他们对日韩，尤其是对韩国的不满。早在20年前，美国就动过要将美日与美韩两个单独的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心思。前总统奥巴马甚至为此费过不少精力。拜登上台后，在外交领域内做的第一和第二件大事情，就是把日本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请到了白宫去，企图再度撮合这件事情。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考虑，在组建美日韩同盟上，这始终表现得三心二意。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英澳三国才决定站出来，成立所谓的新三方安全同盟，以给日本尤其是韩国做一个示范。第三，我认为这背后实际上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度的不满与不耐烦。因为在拜登政府的软硬兼施下，印度虽然同意加入印太战略，但是在组建美日印澳四方军事同盟上，这始终处于了观望状态。这对于急于推进印太战略的拜登政府来说，真的是是何忍，孰不可忍。所以我们看到，在已经有了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的基础之上，美英澳再度叠床架屋，成立一个什么新的三方安全同盟，而且明确表示这个同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认为第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拜登政府对欧盟的不满。拜登上台以来，在外交领域努力的重点方向，就是企图说服欧盟不仅要加入到印太战略中来，而且要继续接受美国的领导。然而欧盟不仅不愿意跟在美国后面一步一趋，而且另起炉灶，公布了一份自己的印太战略。所以美国这次成立新三方安全同盟，压根就没有跟欧盟打过招呼，明显有报复欧盟的意味在里面。另外，我注意到外界认为美英澳建立的新三方安全同盟有可能是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对此，我的看法是，美英澳会不会把新三方安全同盟进一步打造成亚洲版北约？接下来我们只要关注日本的动向就行了，看看日本会不会加入这个同盟。假如会，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打造亚洲版的北约。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